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张启豪委员、陈凤馨小姐、赖士葆委员、谢龙介委员、罗志祥委员、杨永明教授、前副秘书长啊。好，那川普给欧盟30%，哦，30%，墨西哥也是30%啊。然后呢，几个月谈判好像都因为谈判都下面人在谈嘛。谈来谈去，川普要干嘛就干嘛了哦，所以呢，说给欧盟一记耳光哦，也不管欧盟跟他哦关系其实还不错哈、哦。墨西哥说我很努力啊，这几个月都在抓毒贩啊等等哈、哦。川普说你扫毒的这个努力不够，也是30%哦，所以呢，各国的这个最新各国税率哦，英国原来10%变新税率10%哦，英国还是10%。越南46%变20%，中国34%变30%，不过还加20%的那个什么扫毒的那个30%是包括芬太尼的。那另外还有另外20%， 25%那是川普1.0的时候。好吧，反正加起来就是也是54%了哈。55%。那我们巴西呢，从巴西最惨，10变50%哦，因为呢说你们为什么要把原来的这个巴西川普哦这个审判他哦。那辽国少了4%，44变40，缅甸40%变40，哈，反正哈基本上呢都没有一个低税率的了啊。那除了英国啊，英国算不错10%啊，它原本就10%，它原来是血浓于水嘛，而且英国是逆差，不是顺差。对。那美国媒体说，川普对贸易伙伴呢已经没有耐心了，所以呢，台湾要赶快哦，8月1号前，台湾哦只要不要在7月26号以前，民进党就比较安了啦。所以你看这样拖啊。那个郑丽君他们代表从美国谈了3次回来，到机场记者问他都很急啊，这个到底谈的怎么样？谢谢，你谢什么？大家要知道你在谈那些什么，这也是不是什么秘密。日本、韩国谈，大家全世界都知道他们谈什么嘛？怎么台湾就是秘密呢？真的秘密到立法院开外交委员会秘密会议啊，你也得报告啊，对不对？而且你现在不能只看川普给你的税率啊，还有你让了什么东西？你农产品让了没有？对不对？你的这个莱克多巴胺让到什么地步？猪的肾脏、猪腰子，台湾人很喜欢吃啊，哦，以及那个补啊等等啊，你让到什么地步？对不对？这个基因改造食品，你让到什么地步？有没有叫我们学校都非要喝你基因改造过的豆浆？这是大家关切的话题，你总要告诉大家嘛，通通不讲，谢谢。为什么？我都怀疑他私下有没有跟老美拜托说7月26以前我们不要公布结果哈？你们不是对台湾好，我们这次选举了搞罢免啊，7月26号再公布啊。老美会不会听他的我不知道了，老美也觉得一定很奇怪，你们罢什么免啊？美国没听过罢免国会议员，美国法律是不允许的嘛？哦，好吧，不管怎样，所以台湾就8月1号赶快8月1号，726前呐，726前就要谈了，什么等到8月1号，告诉他你到底谈些什么哦。然后呢，因为川普对欧盟也是8月1号开始实施新的税率了，所以他们本来有一个反制措施，所以他们也延长到8月了啊，已经延了2次了，因为川普也延了2次了吧。那另外呢，欧盟希望跟日本、加拿大一起抵抗川普的30%的关税，哦，说我们还是希望用谈判方式，但是真的不行也只好反制了，真的不行那怎么办呢？你打我也打哦。那泰国呢就对美国示软了哈。那就是说呢，你36%关税，我让更多的产品零关税，让你进来吧，你就不要给我那么高的关税了哈。大陆在这个时候呢，宣布对非洲它的建交的5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都免哦。你看美国都跟你们收关税，对不对？我都免哦。那另外台湾跟美国呢，他们说可能可以达到一个所谓握手协议，就是好了，好 shake hand， 但是呢细节再说。原则上啊，大家有一个原则。那其实包括美国跟中国的谈判也是，其实这个框架肉其实都还没有了，因为那太复杂了。以前2个国家要谈关税，谈几年都不一定谈得下来，那很细的、非常细的东西哦。那《纽约时报》说呢，这个台美关系可能会达成协议，握手协议，但是川普可能会更多的商品下手，就是这样讲，都是半导体怎样啊。高科技产品呢？我们现在70%啊，上半年输到美国的都是这个资通讯啊，还有这个视讯的产品这些东西哈。我们看一下，
总统川普与妻子梅兰妮亚出席纽泽西 FIFA 世界俱乐部杯冠军赛，热烈迎接贤伉俪的是。球迷欢呼声中明显传来嘘声，夫妻两人装镇定，但旁边的国土安全部长诺姆眼神飘来飘去，一脸尴尬。意大利报纸标题批评欧盟关税谈判是一场灾难，还有插图把川普画成吸血鬼，讽刺他对欧洲商品征收高达30%的关税。Me parece un desastre porque el tío es tonto perdido y está destrozando el país. No ha habido otro presidente tan malo como ese Trump. 欧洲国家骂声一片，但川普接受福斯新闻访问，还是勇敢做自己，为关税政策辩护。Some of the countries are very upset now because they've been taking advantage of us for 30, 40 years, and I had it stopped. 川普态度强硬，欧盟主席范德莱恩也宣布延后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We will therefore also extend the suspension of our countermeasures till early August.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continue to prepare further countermeasures. 欧洲出口到美国的产品都被课上高额关税，茶叶销往美国的成本大幅增加。欧盟不愿坐以待毙，贸易触角也伸向东南亚国家。范德莱恩迎接印尼总统来到布鲁塞尔，双方达成一项政治协议，拉近欧盟与印尼自由贸易关系。来，永明兄，川普的关税，它的目的是什么？都不是在跟你在做贸易谈判、关税谈判。当然，细节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而且他这个态度不是在跟你在做什么贸易，也不是分什么项目，他其实就是要你接受他的条件，开放市场，增加采购，对我投资，要不然我就给你高关税。越南就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呢，本来还以为是10%、11%左右，结果临时是变成20%，但是他因为越南一开始的时候我全部领嘛。对，全部领啊！但是它为什么可以做得到哈？因为越南、美国进口商品才200亿美元，它出口1200亿，所以它的顺差来到1000亿。我们对美国出口是1163亿，跟越南差不多，但是美国的进口423亿。那你不要说，最重要是越南开放美国市场，美国的商品进口，以它的人均 GDP， 其实它的购买力有限。那但是它要面临一个问题，你对美国开放，你要对全部的其他的开放，你不可以有歧视的这种待遇。现在问题是说，我们台湾呢，我帮大家整理哈3点，大家一定要了解。第一个，你已经承诺付出了多少？第二个，你还会开放多少？第三个，我们整个关税还要加上汇率会是多少？那最关键的，你到底什么时候公布？我们已经承诺付出多少？第一个，台积电1650亿美元哦。第二个，也就是各种的采购承诺。4月份的时候，经济部长郭志辉曾经说，我们预计在10年之内对美国增加采购2000亿美元，换言之，1年200亿啊，增加的。这里面你就看到了，中油就跑到阿拉斯加去投资天然气管，然后呢，页岩油气设备等等之类这些东西，还有农产品都涵盖在这个里面。不要忘记哦，还有国防预算2.5%增加到3%，2000亿台币。好，我算一算了，一年至少增加多少？200亿的采购增加，那就是以现在的话5800亿，然后呢加上2000亿的国防预算，再加上台积电这些整个供应链过去，那不得了啊！那我们这是已经付出的哦。那还有一个已经付出的，就是台币汇率，整个第2季4月1号的时候是33.2，6月底的时候是29.2，升值了多少？4块钱，12%。那个12%，我就很怀疑耶，为什么刚好这样子的一个曲线，是不是就想说，也许我们就把一部分退让的关税转移到汇率里面来，因为别的国家没有这样搞嘛。所以呢，如果32%，因为美国对我们是32%，扣掉12%，我们至少可以往20以下去争取。所以他就一公布说，哇，你看了我们那个15%，可是各位，那个汇率不是只有对美国的出口，那汇率是对所有国家的出口。我插一句哈，我早上才看那个资料，对日本我原来知道，日本已经汇率对美国贬了5%了，没有升到贬值5%。对，韩国贬值20-30%，是啊，所以你给他20%的涨，他已经贬值20-30%了嘛。人家台湾是升了，怎么这样加起来14%多？人家是有智慧的反向操作哈。
我让你20%，但是我汇率转回来。结果我们是落井下石的加下去，而且不只是对美国，你对日本、对德国、对任何对两岸的贸易，你都用美元交易啊，那你都会影响到。那现在我们还可以让什么市场上？你刚刚赵大哥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可能农产品啊、各式样汽车啊这些东西。那汽车当然贵，但是呢会影响到这个就业。还有最后，那所有这一些都要把它加上这个12%的汇率，什么时候公布？我希望一定要7月26号以前公布，现在就12天了。另外，我早上看那个自然又传过的，原来我们买美国的外汇哈，美国的那个券啊，大概是1000多亿美金，现在增加到3000亿美金，太多了，莫名其妙，慢慢就增加到3000亿了。那当然你自己想想看，立法院应该要要求要提早公布，要到立法院来报告说明。而且我们几乎买满了，我们的外汇存底当中有9成是美债，当然不是美国公债，里面8成是美国公债，还有1成是美国的公司债，所以我们还能够有多少的比例可以去买美国以外的投资的项目？这一点呢，其实我们的外汇存底能够付出的都付出了。好，刚刚其实呢，永明已经提了，就是说台湾已经付出了多少？坦白说，《纽约时报》说可以达成握手协议啦，等等这些猜测，我现在通通都不相信。原因很简单，在川普宣布欧盟之前，所有的媒体都报道说欧盟可以得到很好的待遇，全部哦，所有的媒体都说哦，可能10%哦，然后欧盟只是要开放这个开放那个啊，他们已经都做好准备了，准备呢要对美国大幅度的开放，然后去换取10%，结果揭晓出来之后，是从20%提高到30%，不但没有，所以不是10%，是加10%。所以我现在对于所有的媒体说啊，印度可以谈到很好的条件啊，台湾没有，台湾可以得到很好的条件。我觉得在川普没有宣布之前，这些都先放一边。好，那川普想要什么？川普现在看起来啊，第一个他当然要改善逆差了，这个确实是他原始的目的了，制造业回流这也是他原始的目的。我们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效，到目前为止，制造业回流的状况是正在出现当中，这一点是事实。所以他拿他的关税，再加上他的美元贬值，两个加总起来，来降低在美国生产的成本，发挥了一定效果。好，那这个呢是他可以做到的，但是他这里面呢，就贸易改善的部分，它的重心点都放在亚洲，制造业要回来，因为制造业集中就是在亚洲嘛，所以你会发现亚洲绝大多数的国家税率都非常的高，东南亚全部都是20%起跳，就连菲律宾本来是17%，菲律宾一向唯美是从，结果呢都还从17%提高到20%。然后呢，日本甚至从24%提高到25%，就是它是最积极表态的，因为外销最多到美国了，结果它提高的最多。好，那结果反而都提高。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它在制造业回流当中，针对亚洲一个都逃不掉。这一点我们回头去看台湾，我也觉得台湾不见得逃得掉。可是第二个部分啊，是值得观察的，它在欧盟也好，加拿大也好，墨西哥也好，我认为它主要的诉求是要脱中联盟，要求他们要脱离中国大陆的供应链。那之所以加拿大、墨西哥跟欧盟通通提高，因为没谈拢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没谈拢？因为回去盘点产业，一旦脱中，那对不起，那他们的产业也做不出来这么多的事情。你美国也不可能供应我零组件啊。那我零组件来源如果不是来自于中国大陆，请问一下我从哪里进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大的一个全球的角力。那我不觉得川普在最后这一项会成功，可是要注意的是，中国大陆现在对非洲做的这件事情，因为他本来就去年底就已经宣布，对于所有发展最落后的国家全部零关税。那现在是把非洲，因为有些国家其实也没有到最落后，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进展。非洲54个国家，53个零关税，唯一一个没有邦交的，就是台湾的邦交国斯蒂瓦尼。好，所以不要小看中国大陆这件事情，因为在上个世纪，美国带头对落后国家零关税，最惠国待遇，这我们其实都曾经享受过。那么去帮助他拓展了大的市场，成为 Made in USA 非常重要的一个软实力的一个开展。可是现在的美国是开始往后退，而中国大陆现在对最落后国家采取这套策略。基本上这样，如果你是欧盟或者其他国家，你也怕。
我今天摆脱了中国，脱中了以后，跟你美国好，那这不是完全被你掌控了吗？对，我现在知道两边还可以，对不对？玩跷跷板游戏，到时候我全部靠你，到你一翻脸，那我怎么办呢？所以这些国家想，你美国目前这种态度，原来日本以为他跟美国多好，你看美国现在川普怎么对日本的？哦，说日本吓一跳，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呢？休息再回来。澳洲总理啊，他这个对跟中国大陆比以前好像关系好一点了哈。他到大陆展开6天的访问哈。那在上海啊，回答媒体，他说呢，他要支持台湾维持现状，不希望台海现状改变啊。像他们的讲法大概都差不多了哈。那么另外呢，这个《金融时报》说呢，华府要求日本跟澳洲表态，说如果台海有战争，你们要怎样？哦，日本跟美国因为安保条约，日本曾经讲过，他不会主动派兵，但是美国如果派兵，一些后勤工作日本可以做。那显然美国是不满意的啊，因为美国现在也觉得说，你日本、台湾你那么近，还做过你的殖民地，你有责任啊，怎么叫我呢？对不对？我这里面还派了5万个兵在这个地方，那你要负担军费啊，你已经享受我保护，你享受了2战以后享受几十年了，你要负点责任，所以你要怎么办？如果台海有事，你要怎样？哦，这问日本。那另外呢，也问澳洲。哦，所以你要怎样？其实澳洲比较远，他就问澳洲。哦，那所以大家就怀疑了，说你美国是不是要跑了？美国说没有，我对台湾政策始终一致，我们都支持的，还是支持的，一致。好，那澳洲呢，他不愿意说我要出兵。哦，那记者就问他了。哦，记者，你看这个问题啊。美国自身采取战略模糊，却要求澳洲就台海冲突给予明确承诺，是否合理？记者问他，总理说：“啊，你自己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你要我讲什么？你不都讲了吗？他自己模糊，对不对？要我去这个承诺不合理啊，所以呢，我不回答你了。你的问题已经代表答案了，所以呢，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美国日本也讲，你出兵我就给你后勤啊，你不能叫我出了你呢，叫我们哦。那另外呢，这个专家是说，这实在是不切实际的。你川普都不保证台湾的安全，那你如果真的能够保证，那也许说愿意跟着你一起这个打群架，你都不保证，你叫人家保证，人家为什么要保证呢？哦。那美国国会对台湾是不错的，参议院的国防法案也强烈建议邀请台湾海军参加环太竞演，但是每年好像都有，就弄了个半天，就邀请了一些记者有去，记者上了舰去拍了 ，TVB 记者也去了，记者有去，但是呢，国军没去啊，哦，甚至拍一些等于帮他宣传而已啊，我们看一下。澳洲皇家海军巡防舰阿德莱德号停靠在雪梨港，为2年1度的护身军刀联合军演拉开序幕。护身军刀联合军演13号举行开幕仪式，是2005年以来最大规模。光是参演国就有美国、日本、澳洲在内，共19个国家派出超过3万名军人。外媒分析，军演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联手嚇阻中国大陆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同时针对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I fully expect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ll want to come and observe the activities that occur as part of Exercise Talisman Sabre. They've made a habit of that over preceding iterations of the exercise. There is no sign yet. 澳洲罕见公开谈论中国很可能会派人搜集情报，强调会管理好情报漏洞。但就在军演登场之际，澳洲总理艾班尼斯正在中国大陆进行访问。而英国金融时报爆料，美国五角大厦要求澳洲和日本表态，一旦台海冲突爆发，会不会协防台湾？这让澳洲和日本措手不及。When it comes to Taiwan, we don't support any unilateral action there. We have a clear position. 艾班尼斯是在上海接受访问时明确对此问题表态，他强调澳洲不希望台海现状发生任何改变。而值得关注的是，当记者追问美国逼盟友表态是否合理时，艾班尼斯没有正面回答，反倒是淡淡说了句“你自己已经回答了”，似乎在暗酸美国双标。那龙建伟，如果澳洲跟日本承诺，那对台海就是真的相当紧张。
就要进入红色警戒。为什么？因为赖清德他就会有了更有挑衅的底气。你记得1年半前他提到说，要联合有我的民主国家对中国大陆发生威慑的力量。他就讲得很直白啊，就是日本、韩国澳洲，甚至印度、菲律宾、美国，联合这些国家，在军事上对大陆要有威慑的力量。这澳洲跟大陆在扣掉这3年多之前的20年，坦白讲，他们交流的很密切。澳洲对大陆的军事实力的成长，他是相当清楚的。那在去年，大陆的055也到澳洲那边去了，就是反制嘛，有一种反制的一种展现，所以他们一直在降温。那日本的话是除了日本就是从安倍走了以后，赖总统他内心就我告不准，他交流最多最深，而且最有感情的，就是安倍这一派，尤其是亲安倍的右派的这一些。那刚好岸田跟石破上来多得病。那虽然这样，但不会影响赖总统跟日本交流的过去布局的关系。可是要了解，除了极右的这一块以外其他人，日本现在是和平宪法，推动和平是他们最主要的目标你包括回复可以出兵回复，他们过去推的，在日本的民调都很低的。日本是不来这一套，因为在2次大战，你看最后惨败以后，付出最大代价的其实就是这个国家。然后美国不断的驻军，这几十年来，你说你保护我80年，你刚刚讲那个话，听在日本的朋友里面，内心是很无助的。我被你看不起80年了，我被你控制80年了。我们现在坐飞机到了东京的时候，一进到领空东京的领空是美国人在管控，不是日本人管控。美国的总统到日本访问了，他是大哥，我看他连日本的天皇他都不看在眼里的，所以日本有很多人都觉得日本不能再重蹈覆辙。如果再发生战争，即使主张有军事力量的不是多数，但是主张和平的才是多数。但我们不断去要找日本来做沟通来到底一起来怎么？其实我几个日本朋友都跟我讲，你们两岸你们跟我们日本有什么关系？慢结完去做沟通了。你没有经过战争的这个实境的人，你不会想，包括我们都没有，我们只是从过去的历史，从上一辈的历史去想象。但是你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从俄乌，从以色列这边中东的战争，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各位你可以去看一看，那种瞬间呢，就是断垣残壁、家破人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可以承受得起。所以日本跟澳洲如果被美国逼到真的做这种表态，那我们国家的总统又刚好是赖清德总统的时候，那两岸真的就会进入红色警戒。刚刚他讲的没错因为我最近也听他年轻人讲，因为年轻人以前根本不知道战争什么，最近因为网络发达，看那个俄乌，看那个以哈看这个伊朗，他才真的看到原来是这样，才稍微有一点感受了虽然战场不在台湾，但是看人家打起战来变成这个样子感觉你以前劝他都没用嘛，说和平很可贵啦，台湾很难有这么几十年都和平等等，他们讲什么？但是看到那些国家，想到台海，尤其汉光演习，赖清德一直想用汉光演习来吹那个大罢免的票，但是说实话的，我觉得我如果是民进党支持民进青年，我搞什么？搞得变成打城镇战又搞什么保卫淡水河，搞什么？来接看。对啊，刚赵大哥讲这个非常重要。以前年轻人对战争是很遥远的，结果现在没有错。经过这个乌俄跟以色列跟伊朗这个，到看起来就已经慢慢接近了。特别是这几天这个汉光演，昨天还用了捷运器运那个飞弹
那个民众一直在传那个影片，你这是在吓坏我们的年轻人嘛？那现在更严重的，我们现在在谈的是什么？美国现在老大不老大了呢？他现在自己战内是模糊的，叫小弟说你，日本跟澳洲你要先冲到第一线去，你去当先锋，人家怎么会愿意呢？第二个，这段时间川普上台做了什么事情？他叫日本要提高自己的军事的这个费用。以前美国当老大的时候是说，我保护你啊，然后我派军队啊，按你的国防预算我帮你付一部分，对不对？不是川普是要日本大幅的提高，他叫我们台湾人要提高啊，叫你岛海人要提高啊，然后你自己战内又是模糊的，这个老大再这样当下去，人家为什么跟着你走？第二个，刚讲到，你现在还在提高关税，我本来跟你是朋友，对不对？现在只要从你那边有赚钱的，你看我们台湾跟他赚的钱，我们是第六这个顺超国，对不对？他739亿，他就一直要你把钱吐回去。那你跟日本，你对石破茂那么硬，石破茂现在马上要选举嘞，被你本来24%还搞了一个25%，他就头都痛死了，搞不好政权都掉了。你不把我当朋友啊，不把我当成是你保护的这个对象，然后你自己要当老大，结果往前冲，这怎么可能是可能的吗？所以老实讲，日本碰到的、澳洲碰到的状况，老实讲，台湾现在应该要好奇思考。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啦，刚刚赵大哥在讲，外交委员会或者是开一些机密会议，应该政府要来跟我们讲啊，你关税到底谈到什么状况啊？有吗？现在让我们参加吗？不要说会不让你开，还扣你一个红帽子。现在国民党啊，什么民众党，现在都变中共同路人了，是要从地表要消灭的。你根本连碰都不能碰啊！国防预算明明是历年来新高，他跟你说什么？国防预算被你砍得多严重，就先抹黑你啊！所以现在一个大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这个老大看起来不见得是要保护你的，美国他自己越来越模糊了，他去揪人了，要保护我们，人家又不开口，所以我们要自求多福了。你刚刚讲那个，去年我们赚美国739亿美金，我们今年财政部上半年就550亿啊，今年会破1000亿，550亿乘2就1700亿。上半年不一定等同下半年，下半年会少一点啦。对，但是人家不管，人家拿目前数字跟你谈判呐。就你现在赚我550亿，去年739，川普就已经跳脚了，占了全世界赚到钱第6名，那你现在是第几？哦，另外就是刚刚七凯讲没错，老大就是要老大有事情老大负责。吃饭花钱，老大买单，不都这样子吗？那你现在说小弟你买单，那我为什么叫你做老大？你不要说美国，你叫黑道。如果说老大处处都你往前冲，然后呢，你们拿了钱来供养我，小弟说我不会做老大，你做老大。需要再回来。